營收3000億卻不公布財報，山東首富悶聲發大財。如果一家企業不上市不發債，不公布財務報表，甚至連創始人照片都難覓蹤跡，卻被多家機構評為山東首富，你會作何感想？大多數人可能會聯想到偽富豪假大款，認為這不過是媒體包裝出來形象，目的是騙取投資。剛開始，信發集團向民間集資的行為似乎印證了外界的猜想。2004年，集團的實控人張學信以上馬氧化鋁項目為名，向員工募資，承諾每人出10萬，半年還5萬，1年還清所有錢，之後就可以一直吃項目的分紅。對於如此誘人的條件，大部分員工是不信的，畢竟當時銀行貸款的利息不過7個點，如果氧化鋁項目真的賺錢，直接向銀行貸款就好了，何必用如此高的利率向員工集資呢？正當員工猶豫不決時，張學信拋出了一個更大的炸彈。他表示，如果員工手裡沒有錢，可以找公司擔保，用個人的名義向銀行貸款10萬用於投資，這反而讓員工更加猶豫。張學信不得不拿出自己的身家，並且讓管理幹部帶头投錢，才逐步打消了员工的顧慮，跌跌撞撞地湊齊了氧化鋁項目的啟動資金。2005年，員工投入了10萬元本金，全部償清完畢。2006年後，員工每年都能收到5萬元的分紅，如此高的回報率讓員工徹底瘋狂。以後張學信再推出有需要集資的項目，不消半日便被搶購一空。這一幕是否像极了近年來盛行的資金盤遊戲？莊家包裝高收益項目，以保本保息吸引投資者，再通過拉人頭擴大資金池，最後卷款消失。但張學信的不同之處在於，當員工陷入狂熱時，他始終保持冷靜，甚至為不同級別的員工設定了投資上限，不允許超額投資。20多年來，靠着向员工集資，信發集團從一家小小的县级發電廠逐步蜕變為一家覆蓋開採、電解、加工、化工、建材全產業鏈的巨無霸企業。張學信曾宣稱，集團沒產生過任何一筆壞賬，給員工的分紅累計達到300億。這個堪稱神話的企業經營故事，仍逃不出外界對其資金盤的猜想。這或許是張學信堅持不上市、不發債、不公布財務報表的重要原因之一。外界對信發集團真實經營狀況的了解，大部分來自於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的行業企業營收榜和納稅數据及公司管理層在各種公開場合上的表態。在去年的排行榜上，信發集团以3028億的收入高居行業第6，利潤252億，并上繳稅金127億。經營數據或許可以包裝，但是真金白銀的稅款不會說謊。於是，無論是國內的某潤富豪榜，還是海外的彭博社，都說張學信家族才是名副其實的山東首富。在彭博全球富豪榜上，張學信之子張剛的排名緊接在雷軍之後。在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信發集團的位次則高於順豐。既然實力這麼強，為什麼信發集團仍然堅持不上市，不公開財報，不公開財務報表呢？透明化經營對企業的發展不是更有利嗎？除了我們之前提到的資金盤的争議，恐怕還與信發集團的私有化經歷有關。如今查閱信發集團的股權結構，你會發現異常簡單，總共就5個股東，張學信的兒子張剛占股51%，其妻占股19.6%。此外，剩下的3家股東全部姓張，分別持有9.8%。换而言之，这是一家100%掌控在张家人手裡的集团。但問題在於，信發的前身是一家國營熱電廠，張學信最初只是負責經營的廠長。眾所周知，涉及到這類產權的變遷，過程往往微妙而且複雜。張學信1947年出生於山東聊城，據說家境貧寒，父母省吃儉用供他讀書。讀到初中時，不幸趕上了3年困難時期，無力繼續求學，只好回到了農村當一名鄉村教師。在那個全民上學要掃黃的年代，初中學歷在農村基本上相當於今天的大學生。這樣的人才，組織自然不會忽視。度過困難時期後，張學信被調到縣裡的拖拉機站當站長。1972年，組織又把他調到剛建成的熱電廠。1990年前後，已經是廠長的張學信上馬了多套發電機組，擴大了發電量。誰料亞洲金融風暴後，市場對電力的需求驟減，眼看電賣不出去，張學信索性拍板，既然別人不用，我們就自己用，自產自銷做電解鋁。他這套操作在經濟學上叫逆周期調節，趁着市場冷淡，各種要素價格便宜，逆勢投資，降低成本，等到市場好轉，立馬就能賺錢。當年的台積電、三星、通用電氣都曾這樣做，並且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或許張學信並不懂得什麼叫逆周期，但是他的決定很快被證明無比正確。1997年，熱電廠上馬電解鋁項目，1998年正式投產。1999年，張學信向縣裡交了1.5億元的稅款，占當地總稅收的1/3。企業做大之後，歸屬權問題很快浮出水面，這是那一代企業家共同的挑戰。他們的企業脫胎於舊體制，卻要在新的環境下經營，這些不協調曾導致李經緯、褚時健等人的遺憾。而張學信無疑是幸運的，經過一系列騰籠換鳥的操作，熱電廠最終變成了完全屬於張家人的信發集團。他的策略可以概括為新設公司大多獨立於熱電廠及運營。2007年，張學信成立持平、信發、華信實業，逐步成為這些公司的控股股東。2014年，原熱電廠改名而來的信發集團再次
更名為馳平國能熱電有限公司。同時，張學信全资控股的馳平信發華興紙業則接手信發集团之名。2015年，張學信将產權清晰的新信發交予自己的兒子張剛，自己退居幕後。這一關鍵操作意味着信發集團正式進入了父子傳承的新階段。這或許也是信發集團不願上市、不願意公開財務報表的重要原因。他們並不想被外界過度解讀，同時印證了一個觀點：在這片土地上，想要保持財富傳承的最好方法，或許是躲到輿論關注不到的地方，踏實做事，悶聲發財。這裡是率真財經，一個有溫度、有深度的財經博主，歡迎大家關注主頁，有更多精彩視頻。我們下期節目再會。